穿孔板做的这个屋面啊，我想问，如果下雨的话，它怎么办？可以想象啊，这些樱花树明年4月份开的时候，配上这个白色的建筑，非常的漂亮。大家好，我是魏洪涛，让我来说你能听得懂的设计。我们现在位于上海的田爱路，这是恋人和情侣们要来上海必打卡的一条街了。顾名思义，甜蜜爱意相伴的一条路。这边怎么有一个很有设计感的白色小建筑？但是只能看到一个尖儿啊。哦，原来这里叫做微风礼堂，这个应该是一个清水混凝土的材料。然后这块有一方竹林，打造了一个比较自然静谧的状态。你看啊，这几堵围墙设计得很巧妙，形成一种见树见顶不见屋的向往感。穿过那个铁栏杆，然后呢有一条步道，但是这个墙有点高，反而这个建筑我也看不见了，所以它会形成一种空间的层次的一个变化。直到那边有一个小口打开以后啊，你会豁然开朗。这里呢借鉴了一点苏州园林的欲扬先抑和不以景逸的设计手法。可以想象啊，这些樱花树明年4月份开的时候，樱花粉色的配上这个白色的穿孔金属板的建筑，非常的漂亮。你看这个大树的光影洒到这个白色的建筑上面，产生了很丰富的细节。建筑的前面啊，有一块巨大的草坪，未来举办什么活动啊、婚礼啊都可以。这个建筑为什么出挑啊？我认为它有2点因素。第一个，它的颜色很纯粹啊，你可以看到在我的背景里面，可能就2种颜色，一种绿色，一种是白色。另外一个，它的形态也很纯粹，跟周边的老的建筑也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对比的关系。它的景观呢有3个层次啊，一个是绿色草地、镜面的水景，还有建筑的平台。这个水景啊，可以把整个建筑洒下一个倒影，形成了一个非常灵动的对话的关系。另外呢，我也了解到这个水池啊，跟这边的小动物提供了一个饮水的地方。里面还是蛮震撼的，它整个的几何形态很干净、很纯粹啊，是一个3角形的斜屋面。然后呢，用了很多的穿孔的金属板，在这种光线好的时候啊，会洒下非常美丽的阴影。整个的屋檐啊，它的屋檐的这个高度呢很低，在下面就形成了一个框景式的窗框，然后整个周边的这个绿色全都可以映入到眼帘。但是比较繁杂的城市背景的楼啊，我们就看不见了。穿孔板做的这个屋面啊，但是我想问，如果下雨的话，它怎么办？它其实是有里头的一层穿孔金属板和外头的一层穿孔金属板2层放在一起，中间应该是夹了一层玻璃，这应该是一个亚克力的，就是在2层金属板中间，这个就是防雨用的。我背后这种实的啊，很敦实的一个3角形的建筑，它是一个空间里面的空间，它更像是这样的一个大的建筑投影下来的一个真实的存在。因为穿孔板是比较虚的，这个是比较实的，所以它形成了一种阴和阳的刚与柔的一种对比关系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墙面材料，它叫米色的灰泥。远看的话呢，整体性很强，但是你近看的话，它很有质感。你看这光影洒下来，穿孔板的光影洒到这个实体的墙面上，非常漂亮。室内也是极致的纯粹和干净，没有多余的材料，就一种颜色，秉持了一个 less is more 的原则，少就是多啊。这个观景台从那个台阶上来以后啊，一个无框的玻璃的扶手。然后你又可以再次欣赏到这样的很干净纯粹的一个空间，包括它背后的若隐若现的一些绿树、公园的一些景致。本来这个墙和这个墙是要碰在一块儿的，但是它刻意留了一个缝，一种小精致的感觉就出现了。包括这里这个栏杆的下面，其实按照常理做的话，它是可以直接接到地上，但是它留了一个 shadow gap， 所以就很有一些戏剧性的小惊喜。洞是干嘛的？去里面看一下。这里原来是个卫生间啊，把那个自然光也通过那个小洞就给带进来了。这一组空调阵列啊，略显得有点突兀啊。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把同样的材料往前面遮一下，完全就不一样了。总结一下这个项目啊，预算不高的情况下，对颜色的使用、对材料的使用，同样也可以创造出令人激动的建筑的小品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鲁迅公园啊，它之前呢也叫做虹口公园，可能需要更多的设计师一起参与啊，也可以出现更多有创意的建筑作品，让市民来进行休闲打卡。